好，回到節目來關注的下一個焦點呢，是由日資企業所組成的中國大陸日本商會最近共同發表了意見書，特別指出呢，大陸方面管制稀土還有兩用物資項目的對日出口已經影響到了部分的民生用品，也希望中方能夠充分說明。那這一次呢，是日本商會第17次制作意見書，總共徵集了大約有8000家在中國大陸的日資企業。好，特別大家圍繞在這個鎢被管制那因為中方呢是從2025年2月份開始把鎢納入出口管制的範圍，作為對美國關稅的反制作為，並且呢在2026就是今年1月，以軍民兩用的物項為理由呢，進一步嚴格限制對日本出口。根據中國大陸海關總署的最新資料顯示，今年2月到4月，中國大陸的碳化鎢還有鎢粉這些關鍵鎢的加工產品對日本的出口量已經歸零。其實鎢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資源。這邊有張圖表讓大家了解一下鎢為什麼那麼重要鎢的特性。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熔點非常高，3422度這個攝氏度，硬度很高，耐磨，強度很高，也导電，耐腐蚀，高密度。那它的应用，它的用途呢，很重要的是这個就是硬质合金刀具像我们知道有些車刀。然後呢，一些鑽頭，這是用來製造非常重要的工具。另外就是高溫零件、加熱元件，還有呢照明相關、電子半導體也會應用到，還有就是航太跟國防，種種的。其實你會發現呢，鎢為什麼那麼重要呢？剛剛講說耐高溫、耐磨損、高強度用在製造業、電子業、能源業還有航太所以表示呢，它其實是一個國家的重要的戰略資源，而更重要的一個是，全球大約有80%的鎢產量是中國大陸所供應的。所以現在看到了日本方面呢，來畫面當中我們看到日本的老牌刀具巨頭富士精工，他們說呢，這個財年他們的利潤預計會因為鎢的管制暴跌88%。另外像關東電話、中央蕭子這兩大隱形巨頭也雙雙預警他們說下半年的核心產線會全面停產，可見得中方目前出的這一招管制鎢是真的有效，是嗎？老師？其實最主要是因為中國大陸雖然現在產量很多，它目前包含高純度鎢以及一般的鎢，在佔全球的產量大概80%。可是雖然中國大陸的鎢儲量是全世界第一，但也不過只佔了40幾%，接近50%。所以因為了確保這些重要的戰略資源，控制消耗的速度，所以從2024年開始，中國大陸就開始逐漸針對鎢的出口做出口管制。那另外一個主要的在鎢的管制，另外一個就是鎢，它是一個軍工上面非常重要而且一定要用的。就我們一般講坦克的穿甲彈。就是因為鎢的特性，它非常適用，非常合適用來做那個坦克的穿甲彈。但是因為美國自己，我們知道目前像美國他們使用的最好的穿甲彈是砷化鈾。那美國為什麼會去發展砷化鈾？就是因為美國自己鎢不夠。那美國因為核能發電，所以有大量的砷化鈾下來，所以利用砷化鈾。那砷化鈾有好有壞。那砷化鈾雖然它的穿透能力比鎢還好，但砷化鈾會帶來輻射的污染。所以除了砷化鈾以外，接下來最好使用的，不管是子彈或者是炮彈，甚至是在飛機裡面、發動機裡面很重要的耐熱元件，其實都離不開鎢。那日本因為自己不產鎢，可是日本在鎢的加工上面在很早就在做，所以我們看很多精密加工的刀具，其實坦克車的破甲就跟精密加工那個刀具其實是一樣的，刀具也是要切割那個車刀、鑽頭這些，對，它也是要鑽到很硬的金屬裡面去。那軍事的用途其實是一模一樣。那日本在做車刀這個部分，大概是全世界市占，除了德國以外，就這兩家在競爭。所以當中國大陸在2024年到2025年開始收緊鎢的管制出口了以後，其實對庫存對這些重要的刀具生產就會造成影響。那去年為什麼比較沒有像今年這麼慘？
去年因為2025年的時候，其實他們都還有庫存。對，那它庫存越用越少。對，用到今年2026年，就很多車刀其實已經做不出來，所以其實有好幾家已經在，就是產出車刀的量在縮減。所以為什麼會要漲價？因為它沒有那麼多鎢的材料來。老師提到這邊哈，因為像住友電工啊、三菱材料最近也都紛紛宣布哈，產品啊因為要漲價了，要大幅漲價。因為呢，這個漲幅啊，根據資料是說直接突破了60%啊，所以看得出來，除了找這個替代性的管道以外，還有就是那只能一直漲價嘛，還有沒有其他的突圍之道呢？目前，因為日本本身是沒有鎢的，它只能從其他的國家。那它現在嘗試想要從美國、加拿大或者是歐洲去進口，但我們知道美國自己鎢本身也很少，那為什麼美國最近忽然有鎢可以賣給日本？那當然就是透過某些管道，對，就是銷售到美國，然後就是貼個牌子，然後再到日本去，但是價格一定會比較高，但你總比拿不到好。那其實我覺得車刀這個對日本來說還不是比較大的威脅。在日本有一個很獨特的產業，就是好像六氟化鎢，它是做半導体，就我們半導體的那個蒸鍍這個過程，它非常重要，而且一定需要。对，所以現在台積電很麻煩。台積電現在因為日本已經沒有辦法供應，好像從最近開始，日本就這家就表明沒有辦法再給台積電供應，所以台積電現在要到處去找這個東西。是现在其實這個環環相扣哈，這個沒想到半導體也會受到非常嚴重的影響。現在全球供應鏈都告急呢，也看到最近有個新聞，就是美國的鎢廢料的出口量激增了24倍啊。那日經中文網也報道說，2026年1月到3月呢，這個出口量呢同比增長到了3倍。那其中呢，對日本的出口更是暴漲了24倍。就我們剛剛提到的，市場呢正在加速尋找替代供應的管道。那美國鎢廢料商啊 JC Metals 的社長就表示，當然也有中國大陸的買家過來跟他們聯繫啊，把鎢廢料呢要發往說到美國啊、加拿大、杜拜這些第三方，那可能會再由這些第三方再運到中國大陸去。而中國的買家呢給出的報價是高於美國交易的價格。另一方面，日本丸紅基金研究所高級主任研究員叫李雪蓮，他認為呢，2025年初以後啊，中方不斷收緊鎢的出口管控，並且呢縮減開採總量。那麼在供應吃緊啊，還有進口重啟的雙重背景之下，現在中方企業呢也在積極的採購當中。而《金融時報》也報道說呢，就連川普，怎麼跟川普也有關啊？連川普家族相關的，就是資本相關的這些礦物企業啊，因為這是跟川普的兒子有關哈，他是間接投資了這個礦物相關的這個企業，那麼也正在進行，因為大家都在搶鎢嘛，所以呢，他是投資啊，推進到這個哈薩克斯坦，要大型的鎢礦開發相關的事業。好，那剛剛特別提到了，日本製造業現在受到鎢的管制啊，可能告急。那替代的管道之一，現在就是到處都在找鎢哈，其中之一是美國哈。美國在這場鎢礦大戰當中，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大使，您覺得？一個可能的替代者，不過美國自身難保，自己能救好自己就不錯。泥菩薩過江，泥菩薩能救好自己，還要救日本，不太可能。剛剛那個邱老師講的那個，就是說六氟化鎢哈，是美國、日本有兩家大廠，一個叫關東電子，一個是中央硝子啊，這兩個公司大概生產全球六氟化鎢大概21.7%的這個比重。那六氟化鎢是製造芯片裡面不可或缺的光刻膠類似的元件，這個重要原料之一。那這兩個公司已經講了，7月1號以後不出產了。也就是說，全世界的六氟化鎢的供應，大概中間的21%就斷供了。所以美國前兩天就出面啊，替日本講話，他說希望中國大陸網開一面。原因是什麼呢？它會影響全球供應鏈的完整。對，他不是說要救哪，他說你這個全球供應鏈會斷掉。那問題就變成說，中國大陸的芯片業也是蓬勃發展，會不會受影響呢？中國大陸一個統計資料顯示，中國大陸本土出展的六氟化鎢佔的比重比日本還多，因為日本大概全年就是2000噸的產量，中國大陸目前已經有3200噸的這個產能了，產量跟產能，所以事實上中國大陸六氟化鎢已經得到了這個三星電子還有重要的芯片生產廠商的認證許可了，所以日本的這個停產可能就會被中國大陸的這個取代，所以
過去這個就變成是日本用光刻膠卡其他國家，將來很可能是中國大陸的光刻膠是芯片產業。日本日本因為日本的芯片產業不發達，對，是韓國，還有就是台灣，對，所以這個現在的問題嘛，另外還有就是說這個稀土的中國大陸這個禁運已經讓日本的有一家公司叫信越化學，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出產磁鐵相關的產業的。你要知道，磁鐵事實上在汽車、在發動機、在這些裡面使用的非常的廣泛。那信越化工已經說了，對不起，7月以後我也不供貨了。那現在日本的汽車工業就恐慌，尤其 Suzuki 好多東西，它那個汽車上傳統的這種燃油發電機裡都需要用什麼電池，就是說電池。所以日本現在是一個頭兩個大。對，那中國大陸基本上在美国出面說你能不能給一點日本？那中國大陸講說，我們對日本實行稀土禁運，主要是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再生，以及日本永和的企圖。对，那所以就变成現在看起來，非要等這個高市早苗收回他錯誤的言論。如果沒有收回的話，很可能日本的很多工廠就要斷貨，然後就停工。大使點到一個重點就是在這個經貿上面，我們看似好像是經貿這個供應鏈的問題，但其實呢，它更後面背後的是複雜的政治跟外交問題。因為我們知道中日關係現在真的是低到了一個谷點，好，那麼真的是在谷底當中，所以呢，那就要看日本對中的關係是如何啊。可是短期看來是回不去了。那就算是剛才大使所說的這個美國出面求情像這個 Bessent 先前在南韓也跟中國大陸的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面嘛，當時也曾經提到了稀土問題，那也特別呢对於中方對於稀土就是日方這個稀土禁運的措施呢表達關切。那貝森特呢也當然表達了希望北京改善這個相關的稀土政策避免說這個高科技設備還有全球供應鏈呢造成負面的影響。可是我們剛剛就講了，中方會出此招，就是因為要反制美方所祭出的全球關稅嘛。所以美國現在都自身難保了，泥菩薩過江啦，還幫日本去說情啊。剛剛我覺得大使有提到一個重要的關鍵字，那就是言論。那或許之後呢，你說美國怎麼幫日本呢？我們已經知道了，川普有幾次了跟高市早苗通電話的時候，可能有說，那關於台灣這部分，你可不可以就有一點 self control， 尤其是在言論方面。所以或許之後美國的社會是把言論跟行動是分開的，因為美國非常清楚，川普政府非常清楚的政策是要盟友，包含日本、南韓等等歐洲國家，都要提升國防預算，所以這方面美國還是會繼續鼓勵日本這樣繼續做。但是或許同時美國會說，可不可以不要在國會一直說台灣有事，日本有類似的言論，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這樣刺激大陸了？我覺得或許川普會採用他這種方式了，但是最終都是中國的決定，對不對？不是美国說的就算了。所以如果真的要說服中國解開這個限制的話，那要看最後中國的怎麼決定了。但是我不得不說，台灣在這個大國家，不美國、日本、中國的這個大國博弈，我真的覺得台灣的位置非常非常危險，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犧牲掉。對，你講到犧牲，等一下就來聊哈。最近這個日菲兩國呢，自己畫了這個 EEZ 哈，說我們要來劃區談判，台灣的位置在哪裡？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好，回到節目，我們就來看這日菲兩國呢，在台灣東部外海劃區談判所引發的爭議，到現在還是餘波盪漾，而且持續的發燒哈。那麼最新的進展呢，是中國大陸方面呢，已經宣布對菲律賓的國防部長叫特奧多羅實施制裁。
大陸外交部指出呢，將會禁止特奧多羅還有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國內地以及香港、澳門，禁止中國境內的組織、個人與特奧多羅還有他的配偶、子女來進行任何交易、合作等相關活動。結果這個特奧多羅呢被制裁之後呢，也很強硬啊，他回應指稱說，他是因為揭穿了北京的欺瞞行徑才被制裁的。好，但是在這個問題上面呢，不得不說，美方的態度起人疑竇哈，因為美國國務院表示，美國、日本跟菲律賓三國呢討論了深化海事合作的領域，支持建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三方會協調對外援助、聯合行動跟演習，還有能力建設倡議啊。但這一番發言呢是只在新聞稿上面出現，所以我的問題就是 Russ。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有關於這個日菲說要劃區談判的事情，日本跟菲律賓是站在第一線的，美國是在後面的哈，但是沒有具體行動，所以你覺得美方真實的態度立場是什麼？其實我們不知道，但是我覺得美國的最重要的考量就是我剛剛說的，希望日本跟菲律賓是提升國防預算、國防相關的投資，這個是美國是非常 OK 很鼓勵的。那其他的在西太平洋的部署，當然美國的態度是美國優先了，所以美國第一個考量是不要影響到美國的權益。當然了，這個是大家是可以理解。那同時，其實我認為美國看這件事情，覺得也沒那麼重要。你這個行動，你這個談判，你達成什麼樣的協議，你的戰略位置或經濟的優勢等等，日後比以前有什麼差別嗎？我意思是說，找貿易方面或國防方面，你今天兩個國家，日本跟菲律賓達成什麼協議？那你的位置會比之前更好嗎？所以我認為美國覺得這個是有一點算是很可愛的動作，但是沒有那麼重要。另外，是不是因為美國也要考慮的是說年底習近平訪美的這個事情？我不樂觀，習近平真的會去美國。但是如果他真的去美國的話，我覺得最後的結果就是有點像川普去北京一模一樣。貿易方面會有一些共識，宣布一些購買的案件等等。但是在兩國的關係或大布局等等，會有很實質的變化，我覺得是沒有。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些東西影響不影響，會不會影響習近平去美國？我覺得這不是美國最大的考量。邱老師，您覺得呢？因為我們剛才也聽到說，他們在這個美國啦，在新聞稿上面不斷強調，說是美日菲三方會好好的協調哈。這個就很奇怪，因為他們這個聲明其實中間有一個核心的概念，叫做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你一邊講自由開放，一邊在談日本跟菲律賓的 EEZ 叫什麼？叫專屬經濟海域。你怎麼可能在一邊自由的情況底下，同時又專屬？很矛盾。所以我覺得美國被坑了。也許美國根本就壓根不知道日本跟菲律賓之前談的到底是怎麼樣，但是美國在最後一個時間就上車了，所以美國沒有任何後續動作。所以我們為什麼看這個聲明，就有點像以前就貼在牆壁上，好貼了就貼了，那有什麼作用不管它？為什麼？因為這個聲明裡面太奇怪。這聲明一方面講說，日本跟菲律賓跟美國我們共同都支持自由航行，但是日本跟菲律賓現在正在劃專屬經濟海域，專屬經濟海域是有排他性的，它並不是一個自由可以航行的地方，所以我也覺得，我看到這個新聞，其實我直覺我就覺得，會不會美國的某個是亞太司還是哪個幕僚被日本跟菲律賓坑了？先前沒有先打過照會。我覺得他根本沒有考慮清楚這個東西，而且這個聲明發的時候，甚至也許亞太司都不知道日本跟菲律賓對重新劃專屬經濟海域，結果日菲兩國的元首就共同的發表了這個聲明，對，就把這個事情給鬧大了啊。那現在呢，可以補充一下，我是覺得這個還有產生另外一個問題是，如果日菲有展開這個談判的話，那美國一定會被問到，那台灣呢？台灣的不管是國際的位或法律上的歷史等等這些問題，美國根本不想回答這些問題。你在講這個時候，我就想說，那美國會怎麼回應呢？就是根本不想回應，真的不想回應。所以現在大家看到說，這個劃區談判這件爭議哈，其實後續會不會演變成說，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也進來了哈，中方現在進來以後呢，會不會造成說己方的對峙啊？那解放軍南部戰區在6月2號呢，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他們宣布了就是湖北艦呢到南海某個海域呢展開實戰化訓練啊，過程當中呢也臨時加入了敵情還有損害管控這些特殊情況的操演啊，希望能夠更接近實戰環境。要測試的是艦艇作戰效能還有官兵的應變能力。另一方面也看到菲律賓他們的外交部海洋事務發言人啊，最近就公開要求說，中國大陸應該要拆除在南海黃岩島上面所設置的新結構物，因為結構物的存在並沒有取得菲方的同意，這是侵犯了菲律賓的主權。所以大使，我們看到現在劃界談判，就日菲兩國自己決定了哈，這個風波現在越演越烈。然後呢，牽涉的區域現在也包括說台灣東部外海一直到呂宋海峽這一帶哈。這個事情跟我們剛剛提到南海最近局勢升溫的聯動性，您覺得中間的這個必然關係還是有什麼樣的關聯？我覺得這個最主要是這個大陸跟日本之間關係的緊張造成的。我想跟南海關聯不大，而且這次我們今天目前看到這一次的風波哈，獲利最大是中國大陸。那日本跟菲律賓打的是怎麼講？打的是空氣。那這個台灣是失了民心。為什麼呢？因為事實上這個所謂的專屬經濟區哈，它不是領海。它不是屬於這個，它還是屬於公海。只是在這個專屬經濟區裡面，它這個水面哈，這個海中的這些資源生物是屬於沿岸國家的所以這個東西一劃了以後，這個漁區過去最大是我們台灣漁民的漁區。那我們這個台灣的黑鮪魚，我們的旗魚，我們往這個鬼頭刀。我們這些很好吃的魚種都是在這個水域，而這個水域哈，我自己喜歡吃海產，很多人就要吃這個水域的魚。為什麼？因為台灣海峽比較污染，太平洋是比較乾淨的。對，人家說你要問一下，你到東部你就趕快買魚，那魚都很乾淨，範圍比較廣嘛。對，那所以現在變成就是說，大陸的海警船來了以後，他說我們這邊馬上就說，你不要答應大陸海警船對你的詢問了。結果大陸海警船問了200說多少船，台灣的船每一個都答應。為什麼呢？因為變成就是說，你現在台灣政府好像對那邊的權益你不在乎，那緊張的是我們台灣的漁民啊。那你今天解放軍的中國大陸的這個海警船跟他的軍艦進入巡邏以後，他對台灣這個漁民啊是一種受到保護的感覺。所以我說大陸就變成就是說抓到了一個很好的機會。那玉淵談天寫了說，這就落實了叫4個字，叫近海治理。也就是說治理的意思就我行使管轄權了，我有這個對這塊水域我的主權主張，那你不要來挑戰。可是最重要的是你有沒有行使管轄權，那這個行使治理就已經行使管轄權了。所以那因為你今天台灣的當局他們說，我表示肯定，人家來分你家裡面的東西，第一時間不但你表示先不反應，他反應之後還表示肯定，以後，那你以後我們這個漁民怎麼辦？他阿公的阿公的阿公就在這邊水域就捕魚，所以大漁場是我們台灣的漁場。對，你說你肯定把這漁場搶走嗎？所以大陸的就及時補上這個空缺，而且大陸還有一句話，這個蠻清楚，他說補齊了台灣島東部海底地圖是什麼意思？哈，這個有軍事意涵，因為台灣島東部的海底是馬里亞納海溝，那個是過去大陸做反潛作戰，對美國或者世界各國的潛艇在那邊深入潛個300公尺，你拿不住的，你搞不清楚，那個出來就很快。那所以現在他能夠在這個地方東部水域好補齊這一塊地圖。那個基本上，我覺得軍事意義很大，而且它基本上已經在治理了，近海治理。所以過來的不是只有海巡船，對，也不是只有軍艦，它還有什麼探測船，把你的水文、海底下的這些構造，它做一個完整的資料，相關的水情啊，一些相關資訊都收集到。我認為這一次日本跟菲律賓是弄巧成拙，正好給中國大陸一個機會。你提供了機會，大陸回應就直接進來，而正好
台灣這邊的反應又說好像不干我們的事，那不干我們的事，那大陸那就我來管了，就這麼。你講到重點了，這一次中國大陸的一個態度跟立場就是，既然台灣不出來管，那就我來管。結果一管呢，就像剛剛講，這個公務船也在了，海警船也來了，海警的背後當然就是海軍了哈。那接下來大家也關注的是說，在東部外海，台灣東部外海這邊，下一步大陸方面的作為會是什麼？因為現在已經開始說要強化在台灣東部外海的執法，所以下一步可能是什麼？那台灣方面想好了應對的方法了嗎？我覺得這個應該也是一步一步來了。就目前為止，中國大陸就是先讓行政，他們除了海警船以外，還有海事管理船。因為海警跟海事管理其實不一樣，海事管理還有包含進出入的一些船籍的核對。登陸，還有一些相關航道的測繪管理，那這些其實都是落實行政權的一個部分。另外一個我要提醒大家可能都忽略這一點了，就是台灣東部外海過去是我們海軍跟美國、美軍、日本的潛艇預設獵殺區，就是這個區域是非常有利潛艇移動。那你在這個地方是針對解放軍的船只從不管是東海還是從台海往太平洋前進的路線上面，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好的潛艇獵殺區。那很抱歉，這次獵殺區的地圖都被畫光了。所以老師您覺得哈，就是當然剛剛提到說，其實沒有想到在這個 EEZ 的背後，其實還有很多是跟軍事方面有非常高度的戰略考量的，就等很久，那忽然你給他這個機會了。本來可以接到這個球。